美国大使馆又通知伊朗撤侨，赶紧走，走不了赶紧买点吃的躲起来啊！这是一个开始动手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啊。因为老习，不都是老普都跟川普通过电话了嘛，所以可以打了应该。美国的准备也挺充分的，所以那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是打了伊朗的话，那黄金会迎来一个小的波动啊，就是往上走的波动应该是啊。所以你们看了没看？你们看没看？黄金跌不下去，嘿嘿，这就是所有拿性教的教徒啊，所有拿性教全球教徒听好了，你们必须是黄金的死多头，你们必须跟着我看好黄金，要看好好多好多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教主已经看好了20年了。我从2004年开始吹黄金，今天2026年了，我真的是吹了20年了，终于让我盼到头了。所以我们共同再看20年啊，黄金至少有40年的大牛市。所以老王发的雕雪茄那张照片很不错，不是我发的，也是教友做的啊 ，John 做的，一个叫 John 的，所以啊，教主 LMT 还能买吧？有点高啊，沉啊，因为打伊朗很轻松的，他不是说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什么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是这样的。美国的这种打的就是点穴，一下给点瘫了就啊，所以好了，那这是第一个大新闻。啊，要干伊朗了。第二个大新闻呢，就是白银价格他妈又崩了啊！比特币和白银崩到就是没底了，哈哈！比特币奔6万去了啊！比特币从10万奔到6万去了，还在往下走。白银也是，白银从120多跌到70了吧，还在往下走。为什么白银是后涨先跌呢？而且就是一下子崩盘式的下跌呢？啊，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讲的资本市场。啊，这个就是资本市场，所有的资本市场都是来源于赌场，所有的资本市场全部来源于赌场。那所有的不要装逼，说比特币就不是，所有的什么叫所有的啊？所有的资本项目，无论它是比特币啊，是电子货币，还是黄金、白银，还是石油，还是股市，还是债券，什么都是来自于赌场啊。赌场是它的根儿，但是传统的赌场呢，啊，有4大局限性啊，就是使得它跟现代的金融行业有天壤之别啊，就相当于人类使用工具之前的人类和发明工具之后的人类啊，天壤之别。哪4大传统赌场哪4大局限呢？啊，第一个局限呢就是人数限制啊，传统的赌场是有人数限制的，比如说桥牌啊，比如说麻将，只能4个人玩，对吧？这传统赌场嘛。不可能说多少人都能在一起玩。传统的赌桌2到4个人啊为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受到了人数的限制啊，玩不大。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呢，就是就容易引发仇恨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打麻将啊，你一个人赢了，3个人输了，那3个人恨你啊。然后3个人赢了，那1个人输了，那输的人。下次不来了啊！下次要跳楼了，然后跳楼之前都要咒你们，穿上红裤衩跳楼，咒你们，因为他恨你，他知道谁把他的钱挣走了啊，谁把他的钱弄走了，这是第二个局限性。第三个局限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玩不到一起去，他受到一个经济啊或者能力或者财务实力的限制啊。比如说我和电视观众，我的频道观众中的送外卖的小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赌。啊，因为我比他有钱太多了。我觉得正常抄底一把黄金，我个人觉得怎么也得5万美金玩一玩吧。就是打个响指进5万美金，不到5万美金玩什么？那他就不行啊。他觉得操5万美金50人民币行吗？那没法玩了。50人民币我怎么跟你玩？那打麻将也是，打麻将比如说啊，我就没法跟我奶奶玩。啊，因为我奶奶玩5毛钱的，1毛钱5毛钱的，那你怎么玩啊？你玩什么一宿，你10块20块的，那没意思了。所以这就是第3个限制。第4个限制啊，这是第3个限制。第4个限制啊，就是啊那水平的限制啊。这传统的牌局有严肃的啊严酷的啊牌技，那水平不一样，没法玩啊，因为那玩意儿。手那么快，脑子那么快，你一个人玩不是被屠宰吗？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赌场它无法进化的原因
到了美国的华尔街时代，到了梧桐树下的时代，到了1783年的荷兰郁金香时代啊，进化了。进化的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庄家的出现啊，庄家出现了。庄家出现是所有的传统赌牌里边没有的，传统赌牌里没有庄家的。你比如说你打麻将那个东啊，不叫庄家。什么叫庄家呢？庄家就是设置一个赌赛的这个标题和规则，并且他完成一个义务，就是组织赌博，并且完成赌博的结算，这就是庄家。庄家的英语叫 house 啊，有了庄家，那所有的人都是庄家的对手啊，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开始啊，金融市场开局了。也就是庄家有一个基本的职责啊，说老王，你听着像意大利赌球啊？你说对了，意大利赌球就是典型的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第一，你不需要受人数的限制。今天啊 ，AC 米兰队啊对什么国际米兰队啊，总之是今天这个比赛，只要大家对它的结果有争议、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啊。你什么10万人也可以，100万人也可以，庄家给你开个赔率。大家就觉得干，你觉得谁赢你就压谁，没有人数限制啊。第二，没有钱和没钱的啊规模限制啊，没有这个啦。你说他娘的，我有他妈我是 billionaire 啊，你多买点嘛。我是打工的，那你少买点啊。第三，没有什么限制的，没有这个人数限制、规模限制。技术限制不存在啊，技术限制就是而且呢，第四没有技术限制，第二没有报仇的可能啊，不需要报仇了，愿赌服输，你报什么仇啊？谁把你钱赢走了，你不知道啊，你只知道你赌输了，你压进去了，然后一开，妈的没了，操，没了，我压错了。你不会恨某一个人，说他妈的就是你把我的钱给弄走了，不会的。所以这个就是开始进化成了资本市场啊，进化接近了金融。所以赌球啊六合彩啊白鸽票啊福利彩票啊这个都是庄家啊，都是庄家的。所以当我说到这儿之后，你们要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到这是商品交易所和股票交易所。比特币交易所一样是有庄家，都是有庄家的。这个庄家，你比如说拿黄金来说，黄金就是5大做市商啊，国际上有5个大庄家啊，他们5个大庄家其实是一伙人啊，没有中国人啊，没有中国人啊。钻石在河南人出现之前啊，钻石也是有大庄家的，大概20多个。国际钻石报价就是他们来的，他们来报的，你没有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只有跟不跟。玩不玩？所以国际黄金市场5大庄家，那你说国际白银市场有没有？有没有庄家？那当然有了。国际白银市场也是有庄家，所以为什么黄金涨了，白银跟着涨，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来炒，都来买。但是为什么白银跌得这么猛，而且一定要跌死你们拉倒？因为白银的庄家扛不住了。黄金的交易提现货的需求几乎为零。就是在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上，除了中国上海黄金交易所之外，其他黄金交易所基本上没有什么提现货的需求，都是玩纸片的游戏，这个压力很小。但是在国际白银交易市场上不一样，国际白银大家知道，白银它除了中国用，美国也用，它是工业原料啊，白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产品，它除了金融属性之外，它实际上是商品。如果你们这么炒，这么多买多头，那芝加哥的那个所谓的芝加哥期货集团，就是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它没有办法给你兑现。也就是说，庄家你已经逼到庄家要耍流氓了。庄家就换句话说，我是庄家，我说他妈今天 AC 米兰赢。然后我咔开出去了，结果他妈的所有人都买 AC 米兰赢，那我不就赔了吗？都对了 ，AC 米兰必须输今天晚上。
如果 AC 米兰今天真的赢了，全意大利的赌徒、全世界的赌徒都买对了，那我不是裤衩都赔没了吗？懂吗？就是这个道理，非常简单。那说，那他怎么能够精确预判呢？庄家不需要精确预判，庄家只需要遵循大数原理即可啊，就是80%的人做出的选择会局限在20%的范围之内啊，这就叫大数原理，又叫高斯中型曲线。所有的赌场，庄家只要抓中间那20%的范围就行了，不用考虑80%之外的东西，不用考虑，因为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在集中的那一片，他只要把所有的，他要拿个网抄子，只要抄住那个都80%那帮家伙就行了，他不会输的。但是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特殊情况出现。高斯中型曲线能够保持的一个状态，能够保持，是因为没有特殊情况出现。如果有特殊情况出现了，中型曲线就崩溃了。那现在大家跟着去买白银，就出现特殊情况，就是属于呢，所有的人怎么都他妈的不按照庄家的套路玩了，所以大家买的这个多头啊，尤其是以亚洲盘为首的这个多头，对于白银现货的提货需求已经超过了康麦克斯的现货库存。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情况啊，1981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1980年1月，1981年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中国啊，没有中国人，当时是亨特兄弟啊，亨特兄弟美国的首富，当时那就跟今天状态一样，我就要买白银，我买死你拉倒。最后就是逼着美联储下场啊，因为他很有钱，他是德克萨斯首富，逼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主席沃克宣布加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就像今天美联储主席宣布缩表是一样的啊，加息和缩表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他宣布我长期缩表，1980年我长期加息，我就是他妈要打你，如果不打你，康麦克斯就黄了，康麦克斯后边的做市商的融资银行就要倒闭。美国白银做市商有多少融资银行在里边牵扯？就是你们看到的美国街头上那些大的商业银行，至少有两家扛不下去啊，所以他就一定会给你打死为止，打到你怀疑人生，他才能够把这个空头逼宫，就是去杠杆啊，把空头的杠杆全部打垮，他才能够继续运作他的交易所，否则的话，他的赌场就崩了，他崩盘了，卷铺盖卷跑路了就。这个就是为什么白银后涨而白银先跌，而且跌得那么狠啊！这就是真正的宏观角度，就是这个原因啊。细节上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什么，比如说次序啊、人物啊会发生变化，但是啊大面上这个就是这么原因，别扯什么别的，是吧？哎呀，什么白银的牛市再不出现了，什么黄金的牛市再不在了，傻逼！我操，怎么能说这种傻逼话呢？就是你看他给打干净之后又起来了啊，就又起。当然还是黄金先起来，然后白银啊白银的热情啊，就是亚洲投资者对于黄金和白银的投资热情就像一根鸡巴啊，动不动就会硬起来。为什么？因为美元动不动就会软下去，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这也是康麦克斯遇到的新问题啊！康麦克斯之前，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来的这个周期是很缓慢的，以至于大家认为这是个新事物。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它的国力隔几十年就会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啊！上一次白银、黄金大牛市，这个美元弱势是因为苏联啊，前苏联对于美国进行了强大的挑战。啊，就是1970年代、1980年代，在冷战最高峰的时候，苏联的国力蒸蒸日上，苏联的华沙条约组织，它的军事实力啊，常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在核武器当量和配数上，它也超过美国。所以美国当时在越南战争又打败了啊，打得灰头土脸的，美国总统都扛不住了，美国总统都被轰下去了。所以到了70年代之后，美元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状态。当然，到了里根总统之后，那又把苏联给运作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给运作垮了，那就是10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每次美国遇到一个世界级的挑战的时候，
美国缔造的全球秩序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元都会软啊，黄金都会硬啊。当然，黄金每次都是黄金先硬啊，然后黄金硬了之后呢，白银就觉得我也行啊，他就也起来了，然后就被打断了腿啊，打断腿。那上次黄金也被打断腿了啊，打了，上次把黄金腿打了20年啊，从80年代打断腿，一直到2004年，就是我们长大啊，2004年我们长大，我们才发现啊，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提到中国黄金白皮书啊，写的中国黄金白皮书，中国黄金就是黄金即将迎来世纪大牛市这么一个白皮书，2004年做的。非常牛逼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如果东升西降，中国不停的崛起的话啊，中国迟早会变成美国的真正的挑战。那所有的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的话，那最后中国人迟早会意识到，有钱的中国人就会意识到，投资真金白银要比投资美债靠谱啊。美国实际上是个流氓，实际上 actually 美国是个流氓，因为它就是一个用好莱坞的那些什么那个光鲜照人的东西来武装自己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实际上它有很多很肮脏的东西。尤其是当你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和一个，你也不能说他是流氓吧，就是绝对是和一个猴山里的猴王表现是完全一样的，或者狮群里的公狮子啊，表现完全一样。一个年轻的狮子过来了，要想挑战，或者一个年轻的公猴长大了要挑战，那老猴王绝对不是以德服人的啊！美国不是以德服人的，美国平时是以德服人的啊！来坐下，我们谈一谈。你那个时候从来不以德服人啊。那现在的美国毫无疑问，它又到了那个时间，而且今天的美国似乎看起来啊更加的分裂啊，因为川普总统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川普总统的行为、川普总统的语言，以及川普总统的所谓的这些过往的做派啊、过往的这个故事，使得美国人民群众现在就是处于内战的边缘啊。在明尼苏达州，美国老百姓和 ICE 之间的战争啊，和 ICE 之间的抗争啊，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那个所谓的内战的边缘啊。上一次国民军和上一次就是国民警卫队和国民警卫队是各州的嘛，和政府军啊官军产生这么大的纠纷，和联邦执法产生这么大纠纷，还是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的时代，就是1960年代，就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很多南方地区的保守地区的白人啊老百姓啊，我说的可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就是普通老百姓。落后保守地区的普通老百姓红脖子无法接受啊，让黑人和白人孩子们在一个学校上学，他们无法接受啊，所以呢，他当地的国民警卫队，就是那个州的国民警卫队啊，也无法接受，因为他是本地老百姓了嘛。那当年的美国总统，下令军队，我记得是101空降师或者82空降师，就是美国最能打的军队，直接去那个州，是小石城吧？保护黑人孩子上学，小学开学，联邦政府军开着自己的军车，全副武装，带着机关枪，把孩子们送到学校上课。这大家记得吧？《阿甘正传》里面就有这个经典的一幕啊。那个时候美国内部的矛盾和今天很像啊。今天就是 ICE 在美国明尼苏达这种兰州抓人啊，他们遇到的阻力和他们遇到的当地的这个所谓的白人左派民主党组织这些抗议也是一样的，动手的，动刀动枪的，非常牛逼啊。所以这我们虽然是支持川普总统的行为啊、行动啊、这个法律啊，维护国家的这个移民法的尊严啊，刻不容缓，但是 ICE 啊是个草台班子啊，就是川普经常弄出草台班子来，就是有好多临时工啊，蒙着个面，哎呀，动不动就开枪，动不动就打人，需不需要的你那么弄，你蒙着脸干什么呀？
譬如说我们在边境经常能看到 ICE 啊，ICE 并不蒙脸，但是他们去抓人的时候全蒙着脸啊，而且动手很粗鲁。有些时候他们还抓错人，就把公民抓走了。前一段时间把一个越南战场的老兵，苗族的老兵抓走了，简直是太潦草了！你妈逼的，你抓人之前你不搞清楚吗？你把越战英雄给抓走了，那当然不是非法移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使得美国的老百姓对他很烦啊，对 ICE 这个事儿很烦。其烦人程度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在北京，外地的朋友们啊，没有暂住证的朋友们，在晚上这点儿，如果要是在北京的街头行走啊，就会被类似 ICE 这样的中国的警察截住。你有没有北京户口？我要听你说句话。啊，就跟美国 ICE 一样，你说句美国话，哎，他妈一说有口音，不是北京人。你有没有暂住证？没有，咵抓住啊！就这跟 ICE 一样，就绑起来，扔到车里带走，拉到昌平挖沙子。为什么拉到昌平挖沙子？因为被抓走的时候肯定身无分文啊，不够买给自己挣回来火车票。挖沙子一天给你，比如说8块钱、10块钱，然后你挖个他妈15天的沙子，比如说你是广东来的，从北京到广东的车票给你买一个，给你扔到车上去遣返啊，你这特别像啊，特别像。所以当时我们那时候我20岁在北京，我是很烦这些行为的。我不用担心被他们抓走，但是我是有同理心的，因为他们和我们都一样，而且他们在北京从事着最低层的工作，卖早点摊的呀，打扫卫生的呀，很辛苦，挣的又少。人家招你惹你了，然后你就这么粗暴的就把人给抓走啊！这个当然当然很多理论上从法律上来说啊，这是不应该的呀，他应该办暂住证啊。但实际上呢，法律是一回事儿，人情是另一回事儿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在美国遇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后来有一段时间送江西了，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总而言之总之吧，就是 ICE 目前在美国的行为啊，引起了民愤啊。川普总统啊，今天也表示，以后各州啊不请 ICE 进去执法，我们就不去了。哎，你看你早干啥去了？你早干啥去了？你现在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抗议潮，你中期选举会输的啊！中期选举2026年11月吧，我记得中期选举你肯定输了，这么玩他肯定输了，所以他得弄点大事啊！老王不烦也不粉，所以两边都得罪了。这没办法啊！我做这频道，我不需要刻意讨好是谁，咱有什么说什么。川普维护边境安全，这是对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任由非法移民几万人的就这么走进来，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的。但是你派了一帮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那些孩子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念过书，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的这么一些临时工，换句话说，这些是一些小混混、地痞流氓、街溜子。然后你让他们穿上警服，带着警具，就上街抓人去，抓一个人给$300，这就是 ICE 现在的这个政策。你这个东西合适吗？你不觉得这样玩的话，你在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这样的情况吗？因为 ICE 是警察，我告诉你们啊，警察是专业的人士。警察，你平时一个警察 FBI 一个警察或者正常的一个警察，Sheriff FBI 多难呀！考警察一次又一次的体能测试考试，你 ICE 现在招的这些临时工考过吗？我这一句话就给问住了，考过吗？你扩编了这么多人，是不是都临时工啊？那你不产生问题吗？就像城管一样，城市管理就像我们中国的城管一模一样，城市管理是对的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都应该保持一个相对干净的状态。但是你城管必须是 qualified 的，必须是有 license 的，必须是有执法培训的。你招了大量的低素质人口、小流氓，你当城管，他们就会他妈的使劲打老百姓，使劲撅人家秤杆子，抢人家老太太的水果，就是干出了他妈的卖炭翁，那个白居易卖炭翁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妈的，
3尺黄绫一丈罗啊，细像牛头充炭直。你这他妈的逼的，操，老百姓会恨死你的。因为人民群众是没有那么理性啊，人民群众他妈就会你干什么干？你要知道 SE 在 Home Depot 抓人，在小学门口抓人，这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不可能是街痞流氓。SE 招聘经过专业犯罪背景调查，并送维吉尼亚总部培训。屁，你们做梦呢？你看那些采访，那 SE 在那一个小伙子在那站着，我高中没毕业，我也挣20K。就跟一个抗议的他们俩唠嗑呢，那抗议的骂的，说我上完大学，我什么上大学，我一年年薪20K，不是20K， 200K，就20万啊！你干啥？我也20万。我操，我没上高中，我没高中毕业，我也20万。这不对的，这是啊。SE 和中共城管能相比较吗？那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们行为很像啊。我不怕得罪你们，我操你们爱看看，不爱看滚！操，就是他们那个打人啊，他们那个把人往地下一摁，我去，然后就嘎嘎开始干，我觉得城管打不过他们呀，城管不如。环境确实比以前好多了，起码能吃饱。吃伙食也是一个星期换着样啊，不用干活，只有长期关押才会找到劳动号，管到劳动号。这干嘛了？这哥们儿在石家庄进派出所了啊！文明执法，文明执法，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进步的标志啊。就是公安啊，就是警察啊，检察院和法院以及监狱啊，这个 jail 和 prison 都文明啊，这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啊。这一点上，北欧国家和加拿大走到前面啊。我们加拿大的监狱呢，就是待遇非常好。城管不打人 ，SE 可以打人，就好吧。城管当时也没少打啊，城管没少打人。好嘞，拜拜啊，再见，不聊了，拜拜。